生提醒，一天里面2个时间测量血压最准确，很多人没选对。老周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还算可以，平时生活当中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但是有一次在公园儿散步的时候，用好友的血压计来测量，却发现自己有高血压。他特别困惑，不明白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好好的就和高血压扯上了关系呢？其实老周并不知道的是，我们的血压每个人都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永远是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血压会受到外界很多因素的影响，就比如说早上刚刚起来的时候，经过了一晚上的休息，我们的身体机能刚刚开始复苏，交感神经也会变得非常兴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血压是比较高的。实际上，血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左右。就拿早上起来来说，经过一夜的休息，身体的生理机能开始复苏，交感神经变得兴奋，这时候血压往往会有所升高。再比如老周在公园运动散步的时候，他的心跳比较快，血液循环也比较快，这个时候血管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血压自然而然也就升高了。如果他回到家里，躺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再去测量的时候，就会发现血压又相对较低了。还有情绪方面，如果遇到了令他激动的事情，比如在看一场激烈的球赛，自己支持的球队进球了，他兴奋地欢呼起来，这时体内的激素分泌改变，血压也会在瞬间上升。相反，当他在安静的环境中听着舒缓的音乐，整个人放松下来，血压也会变得平稳。如果想要测量出来的血压是比较准确的，只有一天当中这2个时间点是对的，看看你知不知道。1. 清晨醒来后1小时内测量血压。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早上醒来1个小时之内去测量血压是最为准确的。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因为我们身体经过了一晚上的休息，身体处于一个比较宁静的状态，没有了白天各种各样活动和外界的刺激，这时候血压呈现出来的数值也是比较真实和稳定的。除了早晨的话，一天当中的不同时刻血压都是会有所波动的，比如体位的改变也会对血压产生作用，突然躺着的时候站起来，血压这个时候就会有所下降，或者说长时间的蹲着，然后猛然间起身站起来，血压就会有一个急剧的上升。当然除了时间，饮食对于我们血压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在暴饮暴食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摄入过多的盐或者是高脂肪的食物，肯定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相反，如果说我们保持一个均衡的饮食，多吃一些蔬菜或者水果，这样就可以控制血压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还有就是我们上面也提到过的，情绪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平稳的心情对于维护我们血压的稳定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为了保证测压的准确性，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我们在测量血压时，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姿势一定是端庄的，然后就是身体一定要保持在一个特别放松的状态，因为紧张的肌肉或者是比较僵硬的姿势都会导致我们的测量结果会出现偏差。而且在测量之前，我们要避免去食用任何东西，也不要抽烟或者喝酒，这些刺激性的活动也会影响血压结果测量的准确性。在血压检测之前，我们一定要去厕所进行排便，保证我们的膀胱和肠道内是空的。这是因为如果我们的膀胱充满了尿液，或者是肠道里边有食物残渣没有排出去的话，就会对腹部造成一定的压力。我们身体当中任何一个器官如果有压力的话，都会导致我们血压的不稳定。而且在测量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明白一件事，就是不同的人血压是不会相同的。就比如不同的年龄、性别、体重、健康状况都会让血压出现不同的特点。比如年龄越大的人，血管弹性就会变得没有那么好了。所以老年人的血压往往会比年轻人的血压会高一些，这属于正常的阶段。另外就是男性和女性在不同的生理阶段血压也是会不一样的。体重超标的人，由于心脏需要更大的力量来推动血液循环，血压通常也会偏高。而那些本身患有糖尿病、心脏病等慢性疾病的人，血压的控制和变化更是需要格外关注。把握早晨醒来1小时内这个黄金时刻，
遵循正确的测量方法，充分考虑个体差异，我们才能获取真实可靠的血压数据。二、睡前测量血压。通常情况下来说，晚上的血压会比白天低10%到20%，这是因为我们身体会有一个自我调节的功能，就是在告诉身体夜晚来了，自己要进入一种节能的模式当中。但是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情况却并不是这样的。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项机能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血压的调节机制，大多数都出现了异常的情况。很多人白晚上的血压可能比白天还要高，我们一定要在睡前去测量血压。如果发现血压是升高的状况，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预警信号的产生，告诉我们自己有高血压了。虽然高血压并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疾病，也是非常普遍的存在，但是有研究表明，如果说夜间的血压比白天要高，这样长期下来的话，心脏病的发生风险就会增高48%。这是因为心脏做我们身体的动力泵，本应该在夜间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但是却承受着高血压带来的巨大压力，所以长此以往，心脏的负荷不断在增加，就会发生心肌梗死或者是心力衰竭这些心脏类的疾病。而且就算是不会发生这些心脏类的疾病，在夜间如果血压过高的话，也会对血管造成损害。本身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大，血管壁的弹性就变得不好了，而且在高压的冲击下就会变得非常的脆弱，甚至是失去了弹性，就导致了动脉粥样硬化的现象。这无疑就是给血管内部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脑卒中、冠心病这些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三、正确测量血压的方法。测量血压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不可以随意的去进行测量，我们至少在测量开始前有5分钟的安静时间。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刚刚进行了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情绪比较激动，身体就还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当中，所以此时测量的血压肯定是不准确的。只有得到了充分的休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平静，才能得到准确的血压值。测量血压的时候，体位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上面也提到过，一定要端坐，因为坐的时候能让我们的身体保持相对的稳定和舒适。上臂的位置应该放置在和心脏同一水平处。除了我们要控制好我们自己，血压计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经过大量实验的验证证明，上臂式的医用电子血压计是家庭测量血压非常好的工具，尤其是对于那些比较肥胖或者是臀围比较大的患者来说，大规格的气囊袖带就非常方便了。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使用了不匹配的血压计或者是袖带，测量的结果就会出现偏差，给诊治带来误导。在测量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测量两个胳膊上臂的血压，通过对比两个胳膊的血压数值，把较高的那一个作为测量的最终数值。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这样有助于去避免因为测量一边而造成的重要信息的遗漏。而且在测量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测量血压不要仅仅满足于一次的数据，通常情况下应该隔上1到2分钟就要进行反复的测量，然后至少要读取2次的数据平均数进行记录。这是因为血压在短时间内会有所波动，多次测量就会减少波动的误差，使结果更具有代表性。如果说我们在2次测量的时候，两个数值的差距是大于5毫米汞柱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行第3次的测量，然后用3次的结果作为平均数进行求值。对于一些特定的人群，比如说老年人或者糖尿病患者，我们仅仅是让他们坐着测量血压也是不可以的，还要让他们站起来去进行血压的测量。结语，所以通过以上的信息，您可以很准确的了解到测量血压2个最重要的时间就是早晨起床1个小时之内和睡觉之前。除了掌握这2个时间之外，我们还要充分的掌握正确的测量的方法。在测量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要认识到老年人的血压和年轻的人的血压是会一样的，所以当血压出现不同值的时候，也不用过度惊慌，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看看自己是否是真的存在高血压的情况。如果存在高血压的情况的话，平时在饮食生活当中就要多加注意，
避免熬夜，少吃一些含盐量高、高脂肪的食物，多吃一些新鲜类的蔬菜水果。